之前还是主官饿死的贫困县，现在铺上了石板路，用上了抽水马桶。方正一这县令当得太舒服了，你让他入宫当皇上，他都不愿意。方正一和他的小队准备踏上前往京城的旅程，等待着与天子的面见。本来这趟旅程只打算带上小桃和张彪2人，但在白衣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他也被纳入了这次旅行的行列。城门外，桃源县的百姓们早早起床，聚集在那里，仿佛是对他们的县令方正一表达最后的敬意。尽管空气中已带有春天的暖意，但凌晨的寒风依然刺骨，大家却毫不在意，只是默默的等待。张老六和衙役卢法也到了，他们相互间沉重的点头，彼此之间没有太多的交谈。突然，有人高喊：“马车来了！”的声音划破了宁静。方正一的马车缓缓向他们驶来。方正一在车内沉浸于小说的世界，直到车厢微微一震，他好奇地抬头询问。小桃拉开窗帘，惊讶地发现外面已经聚集了大批的百姓。方正一走出马车，立即被热情的人群包围，他们纷纷上前致敬。张老六则带着一瓶酒，哽咽地说：“这是给方正一路上暖身的。”随后，仿佛触动了某根神经，众人开始纷纷拿出自己的礼物，企图塞给方正一，场面一度陷入混乱。方正一不得不命令科少维持秩序，而他自己则努力安抚人群，让他们不要再送东西。然而，情绪激动的百姓仍旧不断地向马车扔着各种物品，导致场面一度失控。最终，在费了9牛2虎之力后，人群才渐渐平静下来。方正一决定步行通过人群。这一刻，街道两侧的灯光映衬下，他们缓缓走过，身边是熟悉的面孔，是与他共同经历过风雨的桃源县百姓。但方正一知道，离开桃源县，他将步入一个新的旅程。随着方正一行人走出城门，百姓们的祝福声渐渐强烈，直到他们的车队最终消失在视线之外。方正一的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泪水在眼眶中打转。他试图用幽默的话语掩饰自己的情感，却无法掩盖那份离别的伤感。张老六和卢法等人无法抑制自己的情感，泪水顺着脸颊滑落。朝堂之上，群臣如往常一般上奏国事，李元照却在一旁跪坐，显得异常不安，不时抓耳挠腮，扭来扭去。这不安的源头是有朝臣提到了方正一，自从传旨发出已经2天，那位小太监1日往返，方正一却没有任何消息，这让李元照感到不解。台下群臣的面孔对李元照来说无趣至极。然而，当郭天养见到太子这不雅的行为时，急忙给了他一个提醒。就连景帝也注意到了太子的异样，轻轻地瞥了他一眼，言下之意似乎在提醒他注意形象。各位，你们不是很好奇方正一是何许人吗？明天见面便知。李元照兴奋地板直了腰，仿佛是在期待一个大戏的上演。他心里暗想，自己的虎豹园也许很快就能得到重修了。朝堂上的大臣们开始纷纷发表对方正一的看法，将他描绘成了一位兼具才华和品德的理想人选。他们对方正一的期待，仿佛他即将成为朝堂上的一股清流，一个治理能臣的出现。而景帝则在这场满是彩虹屁的讨论中微笑着，李元照却是憋着一副子笑意，不敢放声大笑。郭天养心中则是百感交集，对这所谓的古大臣之风持有自己的看法。在众人对方正一的种种赞誉中，景帝的评价却出人意料的平淡。他称方正一为别出心裁，这让所有人都感到困惑。景帝的话似乎在提醒大家，方正一虽有能力，但与传统的君子形象大相径庭。在城北，方正一3人一进城便开始寻找合适的住所。对于方少来说，狭小的客栈显然无法满足他的居住需求，于是他们通过牙行正式寻找一个更加宽敞舒适的宅子。选中的宅子属于贾良，一个在当地小有名气的商人。方正一不费吹灰之力便占据了这宅子，开始与贾良讨价还价。面对方正一和张彪，贾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特别是当讨价还价不成时，张彪开始脱衣抹油，摆出各种威胁的姿态，令贾良心惊胆战。在张彪那恐怖的肌肉展示和方正一的压力下，贾良感到自己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尽管内心极力反抗，贾良还是尝试坚持自己的底线，声称宅子至少值1800两。然而，方正一显然不是来这里玩的。他懒洋洋地躺在主人的椅子上，时不时吃着手边的果脯，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他甚至不惜拿出圣旨来作为压力手段，命令白衣举起圣旨，以此来加大对贾良的心理压力。在一个慵懒的清晨，白衣带着一丝睡意，轻轻敲响了方正一的门。门后，方正一还沉浸在甜美的梦乡之中，对外界毫无察觉。白衣小心翼翼地推门而入，目光好奇地打量着眼前这位不按常理出牌的青年。方正一睡相颇为随意，嘴角挂着丝丝口水，一脸无忧无虑的表情。外表俊朗，本应风度翩翩，然而行为举止却颇为古怪，令人难以捉摸。即便如此，白衣还是忍不住想要近距离观察。就在白衣试图进一步观察时，方正一突然翻身，一个不经意的动作竟让白衣遭遇意外伤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白衣又气又恼，
内心充满了无奈和怒火。然而，即便如此，作为贴身侍女的她还是得尽职尽责，开始了一场激烈的叫醒战斗。尝试了几次传统的叫醒方式无效后，白衣使出了绝招，一手遮口，一手插鼻。这种古怪而有效的方式，终于让方正一从梦中醒来。醒来的方正一显然并不领情，而白衣内心的得意却也只能是暗自发笑。方正一急匆匆赶往皇宫，为了赶上早朝，他几乎是在狼狈中前进。然而，命运似乎与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他的衣服在赶路中逐渐松脱，导致他不得不一边提着裤子，一边在皇宫的无数回廊中穿梭。与此同时，京城中心的皇宫大殿内，早朝的钟声已经响起。朝会上，皇帝扫视着臣子们，却发现方正一不见踪影。焦急中，他提声询问，却得到答案说方正一可能因为路途遥远，尚未抵达。景帝的怒火在升腾，正当他想要斥责方正一的时候，一幕意料之外的滑稽场景发生了。一个急匆匆且满头大汗的轻狂少年不慎绊倒，滑跪于大殿中央。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把原本严肃的气氛瞬间化为了静默。大殿内的官员全都呆呆地看着这位不守礼仪的晚辈。情急之下，方正一为自己的窘态做了一番解释，跪在金銮殿上，低着头，用尽力气喊出了一番洋洋洒洒的奉承话，但语尾却带着哽咽，显得尤为真挚。臣方正一叩见陛下，陛下神文圣武，文成武德，则备苍生，一统天下，实乃我大景之福，万民之福。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他紧接着以最标准的叩拜礼，额头贴地，声音坚定而响亮。今臣得见天威，被龙气所摄，然心中又喜不自胜，殿前失仪，望陛下降罪。罪臣愿甘之如饴。方正一的一番话语立刻引发了一场风波，群臣们的脸色在瞬间发生了变化。眼前的这位新人竟然在朝堂之上毫无顾忌的大放厥词，对皇帝赞不绝口，这在他们看来无疑是佞臣的典型行为。在他们心目中，真正的读书人应该是敢于批评时弊，敢于直言不讳的，这样才能展现出他们的才华和胆识。然而方正一的话却完全颠覆了这一切，他的言行不仅让人无法接受，更让人觉得他不过是个擅长阿谀奉承的小人。当群臣纷纷用怀疑和不悦的目光看向方正一时，连一直以来被誉为德才兼备的李延松等阁老都开始质疑自己之前的判断。他们原以为方正一是个有古代大臣风范的人物，现在看来，他不过是一个只知道巴结皇帝的小人罢了。景帝本人在听到方正一的话后，也是面色僵硬，心中复杂。方正一的直言不讳让他感到既尴尬又愤怒，甚至在朝堂之上当众斥责方正一。而方正一在被点名时，慌乱之下几乎不知所措。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一番好意的吹捧，竟然会引来如此大的风波。更令方正一震惊的是，他才意识到自己一直在寻找的仇人，竟然就是景帝本人，以及一直在他身边的太子和太监郭大。这一刻，方正一心中既惊恐又后悔，他开始回想自己是否说错了什么话，是否真的得罪了什么人。而当景帝询问众臣对方正一该如何处罚时，气氛达到了沸点。张东向率先站出来指责方正一，认为他不适合教导太子，其言论立刻引起了众多朝臣的附和。然而方正一在面对指责时，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勇敢地为自己辩护。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自己的一切赞美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之言，他对景帝和太子的尊敬和感激是真实的。郭天养暗自好笑，他看透了方正一的小伎俩。方正一这番表演明显是在玩一出转移矛盾的好戏。记得在桃源县，方正一就经常使用这种手段，轻松应对各种场合。现在他竟然把这一招用在了朝廷的老阁老身上，简直是胆大妄为。方正一似乎认为，只要在皇上面前拍几句马屁，就能让皇上帮他对付张东向，这种想法简直是天方夜谭。张东向听到方正一的话后，气得浑身发抖，怒不可遏，好一个口舌如簧！我何时说过陛下不圣明？方正一则是不以为意，反而加大了力度，当着众人的面大肆吹捧皇上，声称皇上是千古一帝，武能定天下，文能治水患，如同天上的太阳一般明亮照人。他的话语虽然极尽阿谀之能事，却也让在场的众人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尴尬。李延松和郑乔等人听后无不摇头叹息，认为方正一这样的人，如果真的成了太子的老师，那国家的未来岂不是堪忧？而且方正一的这番演讲虽然看似在吹捧皇上，实则是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出了讽刺的意味，这更是让人难以接受。严国安作为詹事府詹事，正直不阿，站出来反驳方正一，强调作为太子的老师，应该引导太子远离奸佞，亲近贤臣，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才是治国的正确道路。他的话语铿锵有力，明显是在直接指责方正一是奸佞之辈，不配在太子身边。方正一面对严国安的质疑，似乎并不慌张，
反而更加大胆地表达了自己的忠诚和对皇上的崇拜，甚至不惜以泪洗面，表现出极致的忠心。这番表演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震惊，甚至有些人开始怀疑，这个世界是否真的还能够好起来。就在众人对方正一的行为感到无可奈何时，景帝突然发话，严厉斥责方正一的放肆，命其立即退下。这突如其来的转变让方正一措手不及，但他仍旧不失机智，立即表现出悔改的姿态，甚至请求被罢免。这时候，严国安又站出来，强调了太子身边应当有贤臣的重要性，直言不讳地指出方正一的行为对太子和国家的潜在危害。他的话让场面一度变得紧张起来，所有人都在等待着景帝的裁决。但是方正一似乎已经料到了这一切，他请求被罢免，不仅是为了自保，更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策略。面对景帝的拒绝，方正一表现出了极度的热情和坚持，甚至不惜与景帝公开对峙。这场唇枪舌战最终以景帝愤怒命令方正一继续留任，但同时警告他，若不能展现出成果，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方正一的这番表现虽然在短期内得到了保留职位的机会，但也彻底得罪了在场的所有人，包括原本可能支持他的人。在这场斗争结束后，方正一孤身一人离开了大殿，心中满是复杂的情绪。他原本只是想回到自己的桃源县，过上平静的生活，但现在却陷入了更加复杂的局面。面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命运，方正一只能暗自叹息，继续前行。然而，正当他抱着回家的念头踏出几步时，郭天养急匆匆地追了上来，呼唤他停下。方正一为了打破尴尬，便亲昵地称呼他为郭哥。这样的称呼显然让郭天养感到困惑，不过他很快调整心态，以笑脸迎接方正一，并告知他皇上正在御书房私下等候他一事。为了表示感谢和寻求更多的指引，方正一悄悄塞给郭天养一些银票，以此表达他对郭天养帮助的感激之情，并试探性地询问皇上召见的原因。郭天养虽然对此表示不知情，但还是建议方正一直接前往御书房。随后，在一个小太监的引领下，方正一顺利地来到了御书房。他在门外整理好衣服，随后被允许进入。御书房内，景帝正在专心致志地处理公文，显得格外威严。方正一站在房间内，不敢大声出气，只能隐秘地打量着周围的环境。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景帝终于放下手中的毛笔，正是方正一，似乎有重要的话要说。此时，方正一表现出了极高的机智和谨慎，他主动从怀中掏出一叠银票，表示自己愿意上缴桃源县过去7年的盈余，以此表明他的忠诚和透明。他内心忐忑，不知道皇上是否会接受这份诚意，同时也在暗自祈祷，希望这一切能够平息皇上的疑虑。景帝以深邃的目光审视着面前的一沓厚厚的银票，随后一个小太监将银票小心翼翼地呈递至桌面之上。景帝声音平淡却充满权威，对面前的方正一道：桃源县7年的岁入仅此区8万多两银子。他的声音里透露出不满和审问，显然对方正一所报的数字表示怀疑。方正一面对皇帝的质疑，显得既紧张又尽力维持着镇定。他急忙辩解说，桃源县的改造工作投入巨大，能有这样的结余已是不易之事。然而景帝显然对此并不买账，一句真的吗？我不信，逼得方正一陷入尴尬的沉默。紧接着，景帝的话锋一转，表示愿意既往不咎，但要求方正一入朝后必须全心全意为国效力，对其工作能力表示肯定，但对态度表示不满。方正一闻言如获大赦，急忙表达了自己的忠诚与决心，而景帝则是赐他座位，显现出了一丝宽容。接下来，景帝对桃源县的各项改革成果表示好奇，特别是对某些独特发明的兴趣浓厚。方正一详细介绍了火药的制作与应用，称其为重大发明，却也坦言制造过程充满困难，原材料稀缺且危险，以至于生产被迫中断。尽管如此，他未能掩饰对这项发明潜力的自豪。面对景帝的追问，方正一提出需要资金和时间以重新开启火药的研究与生产。在一番讨价还价后，景帝最终批准了一笔资金，并给予了2年的时间限制。这场对话从最初的紧张严肃，逐渐转变为愉快惊喜。景帝对方正一的才华和见识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而方正一也感受到了与一国之君的思想碰撞带来的快感。两人的谈话虽然以景帝的提问为主，但方正一巧妙地将话题引向了民生问题，展现出自己深厚的为民情怀。面对景帝对技术和产品的好奇，方正一却故意含糊其辞，保留了自己的秘密。这些秘密是他立身之本，尚未稳固之前不宜轻易外露。景帝虽然好奇，但更加关心的是桃源县的民生情况。在听到方正一对民间治理的精彩论述后，景帝不禁长叹，对方正一的才华与见识表示赞赏。方正一回应时展现出自己轻松的一面，与景帝的谈话仿佛是与老朋友无所不谈。谈话中，方正一提出的百姓的公仆这一理念令景帝和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惊讶。这种前卫的观点在当时显得格外突出，甚至让景帝感到有些不可思议。方正一的这番言论
虽然在当时看来过于超前，但却深深地反映了他的为民情怀和对官员角色的独到理解。随后，景帝转入正题，提及了对太子的教育问题。他明确表示，不希望方正一仅仅教授太子传统的经典，而是更看重方正一独特的思考方式和治国理念。面对太子可能的不从，景帝询问方正一该如何应对。方正一不仅用幽默和自信应对景帝的考验，还分享了自己成长过程中父母对他的严格要求，以及这些经历如何塑造了他的性格和能力。最后，景帝赠予方正一1块金牌，凭此金牌可自由出入宫内。方正一提前结束了繁忙的朝政工作，心情轻松地离开了皇宫。他在城门口找到一辆等候的马车，随即踏上了回家的路。车窗外景色迅速后退，方正一却陷入了深思，回顾着今天与景帝的会面。今日的会面虽然挑战重重，得罪了不少人，但最终还算是圆满。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景帝竟然是李隆，这让方正一心中五味杂陈。尽管如此，皇帝对他的印象似乎还不错，只是接下来的任务教育处于叛逆期的太子，让他感到不小的压力。正当他思考如何应对太子的教育问题时，马车已悄然停在了他家门前。车夫的呼唤将他从思绪中拉回，方正一付了车费，刚踏入家门，便见到了白衣站在门口，似乎在寻找什么。白衣见到方正一，眼前这副衣衫不整、身上满是墨迹的模样，差点笑出声来。方正一黑着脸，没有理会白衣的好奇，直接命令他站到墙角去，并告知晚餐后才能进屋。方正一没有停留，径直走进院子，但很快又不出。他向白衣询问了小桃的去向，得知小桃出门寻人后，便命令白衣改去看守大门。之后，他自己则回到庭院的躺椅上，渐渐陷入了沉睡。不久，小桃的推搡唤醒了他。原来，小桃今日出门是遵从方正一的命令去寻找李隆，并安排了修理茅房的事宜。方正一对小桃的辛苦表示了感谢，同时告知李隆不用再寻找，明天会有人来修茅房。方正一的生活中，茅房的改善成了他关注的重点。记得刚到景国时，他就对当地简陋的卫生条件深感不满，在他的强力推动下，全县的卫生状况才有所改善。然而，在京城没有现代化的管道和马桶，要想改变这一状况，还需要更多的努力。随后，小桃提到了方正一衣服上的墨迹，询问是否需要洗洗。方正一却另有打算，要求将这套衣服用最好的材料裱起来，挂在影壁上，并题上吾皇泼墨处几个字，以纪念今日与皇帝的那场会面。与此同时，在尚书府内，张氏父子正讨论着方正一的行为和性格。就在他们交谈之际，贾良的突然到访打破了平静。贾良找到张昌，希望他能出面解决问题，因为他的宅子被一个名叫方正一的人以极低的价格强行买下。方正一不仅威胁贾良，还侮辱了张昌。贾良描述了方正一的背景和对他的威胁，还提到了方正一对张昌的侮辱，希望张昌能为他做主。然而，张昌对贾良的遭遇显得冷漠，认为自己与贾良的困境无关，甚至批评贾良的管理能力，指出福来楼的收益已经大不如前。尽管如此，贾良仍然希望张昌能帮助他找回宅子。张昌的父亲张实了解到此事后，询问张昌的想法。张昌透露，虽然他对方正一有所了解，但并不打算立即采取行动。他提出了一个计划，打算在曲作湖的辩诗会上与方正一会面，看看方正一的真面目。在张昌的策划下，贾良被派去给方正一送邀请函，希望通过这次会面解决问题。然而，当贾良抵达方正一的府邸时，不仅遭到了侮辱和打击，还被抢走了所有的钱财。张彪随手将大门关上，一行人重返饭桌，准备继续未完成的晚餐。此时，庭院中，小桃的目光落在地上一封未封的信件上，她轻巧地捡了起来，疑惑地对坐守的方正一说：“少爷，那个人似乎是送信给您的。”方正一眉头一挑，好奇地接过信件：“什么信？给我瞧瞧。”信封被小桃拆开，她细细浏览后道：“是一个邀请信，邀请您参加3天后在曲作湖举办的辩诗会，盖的是尚书府的印章。少爷，我们去吗？”方正一心里打起了退堂鼓，自己穿越而来，上一个身份的记忆全无，脑中的诗句都是残缺不全的，去了岂不是自取其辱？超出9年义务教育范畴的诗，对他来说无异于难题。他讽刺地笑了笑：“不去，肯定是之前那位贾良提过的户部尚书之子张昌想找我麻烦。”方正一嘲讽地说：“这人脑子有问题，居然找贾良送信，这不是明摆着的鸿门宴吗？他当我是傻子？”张彪好奇地凑进来问道：“少爷，鸿门宴是什么？好吃吗？”方正一调侃他：“好吃，生肉让你吃个够，不如你去吧。”张彪憨厚地笑了2声，不以为意：“生肉回来煮熟了也是好吃的。”方正一正准备将信撕毁时，墙角的白衣突然出声：“等等，别撕！”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他。白衣小心翼翼地接过信件，提出一个奇特的建议：“少爷，这信来自尚书府，
便诗会上肯定会有许多贵公子。您新到京城，朋友寥寥，不如我们将这信卖掉。方正一眼前一亮，小白，你这主意不错，拿去卖钱正是。白衣的脸上泛起红晕，忍住了闪躲的冲动。小桃，明天出去打探一下，看看有没有人愿意买这邀请函。如果有人不信任的话，直接带他们来府上，我亲自接待。白衣急切地说道：少爷，就让我去吧，我来京城还没去过哪儿，小桃姐也累了。方正一疑惑地打量白衣，小桃负责桃源县的事务多年，办事可靠。白衣看着不太可靠，万一被人欺负怎么办？白衣坚定地说：我可以的。方正一最终同意，并表示若卖出好价钱会给他提成。白衣心里嘀咕，哪稀罕那点钱，但还是答应了。好，明天小桃给你准备些银子，注意安全。次日，方正一没有迟到，准时出现在朝会上，找了个靠柱子的地方站定，开始发呆。然而他没站多久，就被郭天养叫醒，并被带到了一个更加显眼的位置。方大人，陛下在看着您。方正一感到四周的目光，大声感谢郭天养，引来了更多鄙夷的目光。朝会结束后，太监毛权带领方正一到了詹事府，太子李渊照满面笑容地迎接他，两人互相夸奖，太监们都忍不住转过脸去，太不要脸了。李元照拉着方正一的手说：跟我来，等会儿那个严师傅来了，我可不想见到他。